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！玩书走天涯，走进历史，走出现实。今天我们继续聊这个丘吉尔的二战回路啊，聊下玩书的这个读后感。大家愿意听的可以听一听啊。这个前面两集玩书聊到了，就是二战之后打仗了，就打成大的战役啊，国与国之间的世界大战，靠两点，一个是靠后勤，一个是靠这个体制。这个威权体制呢，毫不冤有它的这个优越性啊，独裁机制，就是说白了不怕死人。你像那个英国、美国打仗，那尤其英国那死个人是蛮看重的。那就这样，你看这个英国最后和美国大概30-40万人吧死了，对吧？那你像这个苏联当时付出大了，苏联死的这个士兵的过千万了，1000多万，对吧？还加上平民的这个损失，那估计2000万这样一个损失。所以这个苏联在这个二战中间，那他这个人员损失，那这个你怎么算账呢？对吧？所以没有苏联这个当时那个参战在东线打击这个纳粹德国，那二战拿不下来。英国呢，好在跟美国就是出钱，人就死的少多了啊。这倒不是说西方这个玩这个投机取巧，因为他们这个人数本身少，你像英国就有3000万人口啊，引进之后这个什么10%都参军了，是吧？也不容易。你像这个中国，蒋介石这个国军部队也死了300多万。是吧？所以德军也死了500多万，所以说我说这个整个战争呢是很残酷的，非常残酷，是吧？我们昨天说谈到后勤这一块，这个船只啊，那一个护航舰队加起来20-30艘船，一打就是一半打没了啊！上升这个北大西洋，上升地中海这个区域啊，冰冷的海水一下子淹死啊，有时候上千人，对吧？加上船员呢，那船员你说他是无辜的吧？只是运输嘛，是吧？所以也很残酷啊。想起来船只损失几百艘啊，那不得了啊！一个月的损失大几十艘啊。所以呢，打仗真是不容易，感觉这真是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丘吉尔呕心沥血啊！天天的这个是运弹药，运后勤保障物资，运食品运石油啊，你没有这个东西，这仗是没法打的。天天考虑这个事儿，所以这个德国也很精明，他为什么要去打非洲呢？他非洲战役实际上就是在控制地中海，控制你这个运输通道。大家知道，英国是不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日不落帝国是吧？它的很多这个战略物资啊，从这个印度是吧？印度那时候是殖民地，从运过来，还有美国的运过来，一个是走大西洋航线啊，一个走印度洋这一块，是吧？所以说他把地中海卡住，把这个北极这个区域卡住，那你的进不来，你等于你的战争就打输了嘛。所以一方面是保障你的生命线，就保障这个后勤运输线；一方面就不断的炸，非常残酷的较量起来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战争还是不打为好啊，打起来太残酷了。就算打到最后，你看好不容易这个是吧，英美苏德国在欧洲基本上快打熄火了，那还日本呢？日本人占着亚洲这个中国中华民国好不容易是吧，也在这个正面战场跟这个这个日军较量，那日军还本土呢。所以当年在这个原子弹没有做出来之前美军包括英国这3大国英国还拜托苏联出兵，苏联斯大林答应了。这边打完占领柏林后，几个月之内就攻打对日宣战美国还准备呢，再死个几十万人呢。你这日本不好打，对吧？那些岛国，对吧？当然打那个什么硫磺岛已经死伤惨重了，大家看到的很多电影，对不对？
所以好在美国搞了个原子弹，哎，所以说王叔在想三战啊，三战打起来是吧？当然现在有无人机了，是吧？新技术不断的层出不穷啊，但是真正要夺出战场的主动权，决定胜败，有时候还真靠这种先进的武器，原子弹可能都啊，那一炸大家都回到那个原始社会了。所以好在呢，西方呢是自由民主国家，所以技术呢往往是自由人的专利，就他能够创造出来新的技术啊。但是原子弹已经是一个登峰造极，对吧？这毁灭太厉害了啊！所以还有什么新技术、无人机之类的啊 ，AI 技术了，不谈它了啊。所以呢，未来这个真正这个战争赢的一方，肯定是有掌握了新技术的一方，有决定性的新技术，比方说信息技术、AI 技术之类的啊。我在看这个丘吉尔这个回忆录啊，其中有一点感觉到这土耳其啊，讲土耳其啊特别有意思，土耳其死活不参战啊。到了1943、44年，这个英美啊，这个包括俄罗斯这个动员土耳其参战，倒向这个盟国这一边，土耳其死活不参战。我在想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土耳其啊，这个奥斯曼帝国啊，在一战时候吃了亏了，被瓜分了。在一战的时候，你看这个1900年的时候，多大的版图啊！奥斯曼帝国横跨了欧洲、亚洲。啊，这个非洲是吧？也是连接欧洲的通道，地中海嘛，是吧？下面是这个红海是吧？还苏伊士运河，多么重要的战略位置啊！所以大家都是块肥肉，是吧？有它就有不动港，是吧？有它就可以就是停飞机，可以起落去轰炸德国，是吧？都在抢这个位置啊！但是土耳其死活不敢参战啊，是吧？所以之后呢？二战赢了，他也没有去进入什么常任理事国，本来有机会的。你看英国还给他武器，给他飞机，他的不动心啊。这一战是亏吃太大了啊！奥斯曼帝国600年承载的历史，就让最后就啊，这个阿拉伯这一块是吧？这个他们内部有这个民族矛盾，扯不清楚啊，包括这个伊拉克啊。叙利亚呀，是吧？巴勒斯坦呐，哎，这些地方就给它托管了啊。有的地方呢就被这个阿拉伯地区的被这个是吧？像阿联酋啊、沙特阿拉伯啊，被这个英法这个控制是吧？北面还有这个北极熊、俄罗斯啊，高加索地区那站得牢牢的，你打不过去是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奥斯曼帝国这个解体啊，也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三战国家，你谁要参战，最后你站在了失败的一方，搞不好你也要解体。比方说你中国，你参战，如果你参战站在错误的一方，你又输了，那就面临着你的解体。你像这个，实际上这个二战的时候，这个外蒙古是吧？还有中国还是战胜国呢，都已经分出去了吧？分给这个苏联了嘛，是吧？哎。对吧？哎，那分一大块，那你再打败的话，那你估计内蒙、外蒙都出去了，是吧？新疆、西藏也都出去了啊。当然，出去并不是坏事啊，对吧？这个你是吧？你的语言不通，文字不通，你分出去也有它的好的地方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呢，王叔谈的就谈的这个版图问题了啊，在这个丘吉尔的回忆录中间有什么细节呢？就是他和斯大林在1944年嘛，已经快结束的时候啊，在莫斯科开会的时候呢，丘吉尔写了个纸条子，什么纸条子呢？就划分势力，东西方势力啊，这个罗马尼亚90%苏联，10%英美啊，希腊对不起啊，我们90%我们是英美，10%是你苏联啊。南斯拉夫啊，55开，是吧？哎，匈牙利55开，写了个条子，很有意思啊。就是当然这个条子最后也没有作为这个法律依据啊，但是呢，你要知道这个凭实力说话，给了斯大林，斯大林一看打勾，圈阅同意。
然后斯大林，那你这条子你保留吧，丘吉尔把条子保留了，很有意思啊。哎，就是世界版图是靠实力来瓜分的。哎，同时呢，我也看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什么事，就是关于波兰。就是波兰呢，原来是在这个战前呢，波兰属于这个英国这个保护的国家嘛，是吧？签了协议嘛，就是那个是吧？这个同盟国相当于是吧？你要是被别人入侵了，我们就帮助你。然后被德国入侵了，所以呢，在波兰被德国入侵之后，英国才正式的向德国宣战。所以英国也吃了很大亏啊，为了这些盟友啊，是吧？啊，就下海了啊。下场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在波兰的后面呢，苏联扶持那个傀儡政府的话，丘吉尔特别不满意，分歧，东西方的分歧从此开始。丘吉尔曾经对波兰的那个傀儡政府的一些官员说：“他说我希望你们搞民主，不要搞独裁，搞这个秘密警察。这个实际上这个英美国家都吃过亏的嘛，是吧？你这个独裁之后，结果是肯定也是崩溃。”那又是另外一个独裁政权，另外一个更加野蛮的独裁来取代你。最后这个人员这个政权迭代的时候啊，人员死伤惨重，老百姓财产生命的损失啊不可胜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跟波兰这么，当然波兰当时答应啊我们要怎么样，但是还是苏联的傀儡啊，成了独裁这个附庸之一了。所以呢。在丘吉尔写个纸条中间呢，希腊啊90%是英美的，而希腊那个时候呢，在接管的时候呢，当时的民族什么解放阵线呢，也是反正跟着这个苏联在这一起吧啊，要起义要干。最后对不起，在丘吉尔的铁腕之下，把希腊的这个所谓的民主阵线、这个社会主义什么这是阵营拿下了，没让他们起事儿啊，起点事儿把他们干掉了。那对不起，那血腥镇压，那否则你不把你干掉，那最后整个国家都废了。希腊文明的国家，所以这是对这个西方来讲，希腊是个是吧雅典啊，是吧？那是文明的一个高地呀、对吧？你不能随便丧失啊，希腊对吧？虽然现在希腊的经济各方面不行，但是毕竟曾经是我们这个西方文明的一个发源地，所以保住啊，希腊后来是保住了。我就看这一段历史啊，了解到这个对世界、对各个国家的版图的划分呐、势力的划分呐、尤其在1940几年那个年代啊，那个时候，这个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这个还是这个非常这个势头啊正旺的时候，西方的这个保守主义啊、资本主义啊，代表着丘吉尔如何去固守我们这个阵地，真是不容易啊！我觉得真不容易。也包括这个像印度，你像印度当年印度国大党闹事的时候，是吧？这个甘地是吧？这个丘吉尔都不愿意。那个时候你看，包括美国都支持，说呢印度应该独立啊，摆脱英国的这些殖民统治啊，并且那个中国的蒋介石也站在印度这一方，搞得丘吉尔很恼火啊，因为丘吉尔知道。如果没有大英帝国的庇护的话，他们独立也好，什么反殖民也好，这个结果又是一场乱七八糟内战，贫困贫穷。你像印度现在是不是贫困贫穷啊？你看后来我们这个中国的香港，在英殖民管理多么好，对不对？一脱离英殖民管制就不行了。这个结果，丘吉尔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呢，他很痛苦，因为在那个时代，反殖民要独立，这种思潮风起云涌，各种运动也风起云涌，像马来西亚，对不对？当时也是要独立嘛，是吧？那么英国呢，它作为一个文明的一个国家呢，它不能说强行的通过武力是吧镇压啊，这个不是个方法。美国也做工作是吧？你大英帝国是吧？也该收一收，该放一放。是吧？英国也没那么大的实力了。后来你看二战打了之后，主要是靠苏联和这个美国了。美国这是军工厂，美国也上人几百万上去了。那么英国当然也有这1-200万部队，是吧？但是你相比苏联那个是吧？那个东线战场啊，死了上千万人，那是吧？那英国是小 case 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
有个词叫帝国的余晖，真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显现了。所以丘吉尔也是独木难撑啊，你是吧？你是大英帝国，确实这个日不落啊，有这个包括什么新西兰、澳大利亚啊、加拿大自治领啊，还印度自治领是吧？包括还有非洲的自治领啊，南非是吧？啊，都是你的这个自治领，能够出兵出人出力，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最后的。所以呢，看到这个东西，我也感觉到帝国的余晖啊，有英帝国的余晖已经最后余晖嘛，夕阳西下，美国正式的起来了，英国开始没落。没想到到现在，英国没落的太快了。当然，美国也在没落，英国没落的更快。这个我倒是没想到。所以，真正的未来三战打起来什么结果？我跟大家讲一下完书的结论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真不知道什么结果。哎，那打得一塌糊涂。那么威权机制、独裁的机制，毫无疑问，它有在开始一定是有优势占优的，它有压倒性优势。它这个集权统治，它这个啊，你像这个俄罗斯对吧？它这个哎，虽然它技术不行，哎，各方面不行，但是它这个人不怕死，哎，他的无所谓，人如草芥是吧？现在这个俄乌战争是吧？这个俄罗斯已死了死伤120万。对吧？这个说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信的，对吧？在不在乎？不在乎。那朝鲜可以上来啊，那个人员大把的，是吧？在中国的支持下，这个技术它也可以支撑下去。所以仗打到最后，俄罗斯肯定是不行。如果中国真正参战的话，那打起来就真不好说了。它也是个兵工厂，对吧？那打的是后勤嘛，打的是人呢，最后。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三战不打下去啊，不往下进行。川普的和平主义完书点赞啊，希望永久和平下去。那么完书的这个二战丘吉尔回路分享啊，今天就到此结束啊。三战未来进展如何，我们只有拭目以看。以上分析讲的不对地方，请大家和完书互动，打在屏幕下方，谢谢大家。